有道理，有道理，填土之道的有道理。我是海恩，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上一次的影片，就上一期的影片呢，我尝试着加字幕，但是我没有做后期的修改，所以那个有关道理那个部分呢，在 AI 的判断里面还是属于理由的理，但是其实我一直讲的是李明的李，填土合起来的这个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有字幕，然后再加上我用讲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就算字幕有点小差错，应该也是可以弥补没有字幕的缺失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有关字幕的判断，这个 AI 这个还蛮准确的，所以是一个改进。今天要来谈什么呢？今天其实我要来谈很简单，而且我希望把这个时间再度缩短我来谈所谓的酒杯的东西。酒杯很重要啊，因为酒杯事关你会喝多少酒的问题。我讲的倒不是说，当然两个方向来谈，第一个是酒杯大小嘛，第二个是不论大或小，如果你喝很多的话，那会醉，对不对？然后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品酒会，而且你自己也有带酒，大家都是带很好的酒的时候，那个酒杯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谁都不希望少喝啊，即便你喝不下了，谁都不希望少喝啊。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公平？就是最好大家的酒杯都一样，而且不同的酒杯，大家应该也都听过，不同的酒杯在喝品饮一杯同一款葡萄酒的时候，不同酒杯有不同的变化。那变化不是只有在于说酒杯有没有干净，而是说酒杯的设计那个设计有没有凝聚香气啊，或者它让它比较能够就是让它这个酒比较快速的能够将氧化也好，或者只是讲说醒开。那这边我有分两个项目来谈，就是我们一般在谈的啤酒杯我就不用讲了，啤酒杯就是细长的那一种嘛，最主要就是要不管是椭圆的或者是细长那个，最主要是上面带有泡沫嘛。那怎么到这个啤酒会有泡沫？这个网络上找一大堆就最主要是斜的这样倒。那这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清酒跟这个葡萄酒之间。其实葡萄酒我觉得更好谈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跟钱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的是一个手工杯，然后你要的是针对某一种葡萄品种所设计出来的杯型，你可以说是商人的这个商业说辞也好，或者是说单纯的是你觉得这个真的对你来讲就是有特别的感觉，比如说这个杯壁比较薄，或者是拿起来比较轻，或者是它在晃杯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等等或是单纯只是虚荣心，因为有的那个酒杯很贵这都无妨。可是如果你是在外面，我要谈的是，如果你在外面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呢，当然如果餐厅本身有提供杯子，就凑合着用。那如果你很坚持要带杯子去，餐厅也不会反对。餐厅反对的是什么？餐厅反对的是，如果你带杯子去又带酒去的话，它有的餐厅是收开瓶费，有的餐厅是收洗杯子费。那你带杯子去不就是？如果是餐厅只是收洗杯子费，你带杯子去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就是硬给人家挑这个叫台湾刁民就是
而我就带我自己的杯子啊，那你洗杯子费用，我杯子不要洗，我自己的啊，我带回去就好了，所以你不能跟我收钱，这样就很刁了。你要知道，人家之所以用洗杯费，就是不想收你开瓶费，那你又自己带酒，然后你用这个方式来规避掉，我觉得就不好哦。另外就是说，其实洗杯费看起来比较便宜，但是其实它比开瓶费，你的酒如果开的比较多的话，它比开瓶费还要贵。因为如果你要特别讲究这个酒的这个喝起来的品质的话，那你不想要酒和酒之间味道混杂，那这个你一定要很多个杯子。那一个杯子开瓶洗杯费如果是150的话，3个杯子就是500块了，就将近500块了啦。这个中间的然后如果你是2个人一起去吃的话，就是多少钱？就是将近900块，900块钱其实可以开2瓶酒了，对不对？所以洗杯子费没有比较便宜哦，只是说看你啦，看个人啦。有些人就是反正，所以我一直坚持说，你不用买到太好的酒，不是买烂酒，而是不要买太好的酒。太好的酒，你就要用太好的酒杯，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才能够相得益彰。有关于这是不是相得益彰，这是以后要谈的话题。今天其实也不要谈这个，而是其实当你去买了酒，在讲究酒杯的时候，再去讲究一些细节，其他细节餐点啊，甚至刀叉、Lagio 的那种刀叉一路买下来就跟买相机，你只买一台相机是不够的，你还要买很多镜头一样，要花很多钱。然后买车子有人要改车要花很多钱一样。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我自己出门在外会用，或者是我去跟朋友们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会用的一种酒杯，很简单，就是 ISO 杯 ，ISO。大家都听过 ISO 9000啊、9001认证啊、ISO 14000啊、ISO 什么什么什么。其实 ISO 就是那是缩写嘛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国际标准组织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因为如果要是有名词有什么这个我们先不管，就是 ISO 国际标准组织，顾名思义，当然就是你在这个国家这样，在那个国家也是这样子，所以，以酒杯来讲，所谓的 ISO 杯的话，它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上面高多少，好像11点多吧，然后杯缘好像46点多，那个中间最宽的那个部分呢，可能是我记得是65吧，还多少哈？总而言之呢，ISO 杯。我们不去谈它能够倒多少，因为没有人在倒满满的一杯的酒了。你倒一杯酒你怎么喝啊？通常都是任何的酒杯都是这样，通常都倒到它的那个最宽的位置，杯子最宽的位置。为什么？因为这样它酒的接触空气面积最大，然后你在一晃杯的时候，那个香气是最容易出来的。你同时要保留大概一半的空间，是让这个酒杯是可以在摇晃的时候不会溢出来。同时看那个酒类，就是沿着沿着那个酒杯壁上面留下的那个酒体的样子，你就知道它浓或不浓。那这种 ISO 杯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拿一样的时候，第一个最实际的好处是你每个人倒了酒，大家都会差不多。我以前这个出去，如果你拿这个杯，我拿那个杯，很讲究的一些朋友。可是我们今天是要试这个酒，你拿的大小杯子不一样，每个都把它倒到那个杯子的最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容量不见得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样不公平啊？因为瓶酒如果很贵怎么办？那有些人他说他不在乎，但是有些人会在乎啊。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出钱呢，就是没有所谓的那种。我吃亏，你占一点便宜是好的，没有这个回事，一切以公平为准。所以我之前参加过聚会上，还有会拿化学量杯、化学的那种试管杯啊，那种
对，就试管杯长长的这样，然后倒酒到里面倒多少？倒50，通常都倒50ml，然后再一个一个再倒。想起来是很好笑了，但是这样是最公平是没有错。所以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倒不如就直接大家都带 ISO 杯，因为 ISO 杯这个各位上网去查 ISO 杯就好，这细节我就不讲，因为刚刚那个它的那个 dimension 我已经有讲过了。然后 ISO 杯还有一个优点，它不容易破，所以你 ISO 杯你到那个它这个杯的最胖的这个地方，这杯缘杯底下这个中间这个最胖的这个地方倒满，通常就是50ml50毫升。那一瓶葡萄酒是几毫升呢？是750。我讲是正常瓶的话，所以可以倒15杯。也就是说呢，按照正常状况，一瓶酒，你要每个人喝一杯的话，就是15个人，14到15个人，depends 14到15个。那你如果说要一个人都能够喝到2杯的话呢，用 ISO 杯来喝的话呢，就差不多7到8个人左右，留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给餐厅给餐厅老板喝或是他们的外场经理喝这是做关系嘛。因为那种东西有时候有些酒比较难得留一点给人家，以后熟了之后可能开瓶费也不用了，类似像这样的道理，要会做人所以我是觉得7个人差不多了，或者是8个人。以这种喝法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是用同样的酒杯来喝，那每个人理论上每个人的手上这杯酒的条件都是一样，都来自这瓶酒，而且每个人分量一样多，每个人的酒杯都是一样大。这时候你在换杯的时候呢，这个理论上就是每个人得到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你能不能感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时候你写这个酒评，或是你在评论这瓶酒的好与坏，这就会比较基本上起跑点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些人的杯子比较怎么样，杯子是会有影响的杯子如果说比较大，或者是比较特别设计过，它的确换杯的时候有可能香气会比较 broken， 比较香的。但是ISO 杯的好处就是说，它既然已经规定了标准的这个大小的话，大家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没问题。另外一种不是 ISO 杯的呢，长得很像 ISO 杯的，它比较胖一点的呢，各位可以去市场找我不晓得这叫什么名称，因为你也可以叫 ISO 杯，但是它毕竟不是国际标准组织定的，它是有些厂商它在那个杯子上面呢，有酒杯的厂商杯上面它直接会画倒到多少是几ml几 cc， 多少是几 cc 几 cc， 它会有那个标线在那边，所以这样倒也会很准。我有一阵子也用这样的杯子，因为这个杯子比 ISO 杯来讲，它的口径稍微再大一点，所以它换杯的时候，那个香气跑出来的时候会比 ISO 杯再好一点。但是这种杯子呢，台湾引进的比较少，很难找，应该找还是找得到啦，如果你花心思去找的话。不过这种杯子就是说，大家最好都是一样嘛。那可是如果不一样的话，为什么会有国际标准呢？国际标准不是只有在酒杯，而是很多事情都有国际标准。为什么有 ISO 这种组织因为他希望在某个不管是建筑、食品或者是电子产品什么，都会有一个标准在，这是可以。如果世界贸易的话，是行之各国都是一样的，甚至连这个检测单位的机构也都有一套 ISO 标准。不过 ISO 标准这个东西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了我只能因为我等一下还要谈日本酒的东西，所以我这边先打住，就是说各位不要把 ISO 当成一个圣经，不要把 ISO 当成是一个，特别是在食品方面，不要把 ISO 当成是一个这个厂商出了都，它有 ISO 9000的认证，9001的认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不是哦。这以后跟餐酒生活跟填土之道也是扯得上关系啦，因为
那是跟食物比较有关系嘛，所以我以后一定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讲。那讲到这里呢，葡萄酒部分我很简单，就是单纯讲 ISO 杯而已。那你要知道说，葡萄酒的容量呢，一瓶是750ml，小瓶的呢，所谓的 half bottle 呢是375ml，就刚好一半嘛。那750ml在上面一层的2瓶装的那个叫 Magnum 的那个是1500ml。Magnum 这个词呢 ，MAGNUM 这个词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哦，不是只有在葡萄酒。通常它讲就是这样一个 tank 一样，就是一个 TANK 这样。Anyway， 反正 Magnum 上去还有一个好像叫做 Quadro 吧，我已经忘记它怎么念了哦。反正就是还有四倍的那种4瓶装的那种大瓶子。不过一般人用不到这么多啦，因为虽然我之前有提过说大瓶子装的酒呢，保存在长期保存来讲，熟成来讲是比小瓶的要好很多。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你有没有机会去喝这样的酒。我所谓不是说你打开你来喝，而是那种酒一定是很多人一起喝，因为一个人喝不完啊，真的喝不完。那你开了之后，放到第2天、第3天，那个你一旦开瓶之后，酒质基本上就开始变化了。所以Magnum 也许你可以考虑买，如果你朋友众多、家族众多，你可以考虑买这样的东西，不然一般还是750ml最好。那跳到日本酒的部分来说呢，首先呢，这是发生在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笑话哈，曾经糗事啦，不是笑话，就是说，你看到一瓶日本酒跟一瓶葡萄酒摆在一起的时候，我讲的是说，如果你对2种酒都有认识的人哈，你如果了解日本酒的，你知道日本酒是容量多少吗？你葡萄酒的部分我刚刚讲过是750ml，但是日本酒是多少呢？第一个，请记住哈，东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西方文化750，它根本不甩你东方文化是什么东西。就好像西方其实也有国际标准制的毫升，就是那种米啊、公尺米啊、公尺、公斤，还有什么？反正那种标准的单位好像6个还是7个单位，可是也有英国的国家用磅啊、品托啊、什么那些尺啊、英尺啊、寸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制度了。曾经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天文的火箭发射发生过意外事故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没有不一样。对美国人来讲，你刚刚讲国际标准制度，他们会搞不太懂，他们基本上还是用那个英国式的那个制度所以你看那个美国职棒投快速球100英里，他不会讲160公里，他会讲100英里嘛，对不对？同样的在东方这边呢，日本酒属于东方，而且日本酒。我们不要讲说什么沾什么光但是日本其实是承袭自中国唐代，中国的唐代最我觉得是保存的最好的地方，反而在中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特别是他们内部那边共产党上来之后，整个破四旧啊什么很多东西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之前发生什么我看到新闻写中国的小粉红在路上打要穿唐装的人，穿那和服的人，其实真的很好笑，因为你们号称汉唐盛世，可是唐朝其实就是因为盛世影响到了日本，所以日本呢很多的制度或者甚至它的生活方面，或者是制度，或者是服装，都是沿袭都受到唐朝影响很大，所以所谓的和服其实就叫吴服嘛，然后或者是是不是也可以叫唐服？我忘记了就是它其实是唐朝人穿的那种服装，类似的服装，所以你就说它
和服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慢慢去演化过来，改称为自己的名称了嘛。但是它其实最早的源头是从唐朝这边过来的。在计量方面，我讲的计量是指计算数量，那个计量方面呢，特别是在这个算体积的方面，体积也是沿用至唐朝，或者是沿用至中国的制度。虽然这个部分略有一些改变，但是这个名词的部分是没有变的。日本酒一瓶呢，不是750毫升，是720毫升，这一定要搞清楚哦。因为我以前也是以为这看起来差不多，这750，这700，这也750，不是。日本酒是720，日本酒的半瓶装是360，日本酒的大瓶装是多少呢？你说720乘以2吗？1440吗？不是，日本酒那种大瓶的、很大瓶的那种的呢，是1800毫升，就是1.8公升，1800、720，然后360。那种小的那种，他们叫得利托库里这种瓶子呢，标准的话应该是180，标准的话是180，但是现在都不太标准的，它可能有150的。可是如果说各位，看日本酒，看那种小盒子那种的木盒子那种装的，有没有？你如果去日本比较正式的餐厅吃饭，不要讲正式啊，就一般居酒屋什么的，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木盒子，那是可能用块木，可能用杉木，通常都是用块木做的。然后酒杯，它的不管什么样的酒杯，还有玻璃杯或什么的，然后它会倒酒在上面，倒酒在上面之后还会满出来溢到那个盒子里面去。这个时候呢，那个盒子是什么？那个盒子叫做角杯，这个一角角落的角。或者是叫做一个木一个升上的升升起来的升，升起的升，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发音这个应该也是日本的汉字吧。这种木盒子的这种杯子呢，它的单位这样满满的倒满是多少啊？180 180毫升。然后通常叫做一盒，合作的盒，一盒。这种酒杯要这样倒在酒在里面呢，然后上面有一个杯子嘛，然后再倒酒杯在上面的话，那种特殊的喝法是主人就是店家表示对客人的一种礼遇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看我杯子把你倒满了之后，还有溢出来一些，表示多给你一些酒。但基本上呢，那个要怎么喝呢？拿起来是先喝酒杯里面的酒，然后最后再把木盒杯子把它喝掉。因为酒杯的酒几乎都倒满了，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单纯的这样喝一下，慢慢把它喝完。喝这种酒杯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不是喝酒杯，喝这种酒其实蛮有意思，因为酒杯的酒呢喝起来是一个味道，然后在木盒子里面的酒呢会染到一点块木的味道，其实喝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不会差很多啦，因为毕竟不是长期放在这木盒子里面嘛。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日本为什么是720？720，我讲说一盒的酒木盒一盒是180，所以720是几盒？720除以180是等于4，所以这种酒瓶其实4盒，4个盒子，4盒。那我刚刚讲那个超大瓶那个呢，是1800，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都是跟18有关？所以180是一盒，4盒是720，10盒是1800。你说为什么没有5盒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跟
这些标准的单位呢，所谓的盒呢，我们去记1盒、4盒、10盒，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在日本它不是这样记的，应该讲说在中国，甚至在台湾都不是这样记的，因为这个制度其实是属于东方式的在计量东西的。最早那个木盒子是拿量这个米啊，量这个豆子啊，量什么，反正做一个量杯嘛。就是说我把它这样弄满了之后，上面比如说你捞了1匙米，上面把它刮掉哦，这样满满的1盒，基本上我们就把它视为它是一样多。那你说万一的米重量不一样怎么办？所以你在量那个东西一定就量一样的东西嘛。比如说这一袋米，我就开始量，那你就知道它大概多少。你不会量完这个之后，我再算一个绿豆这样混在一起，不会。量绿豆你也是拿另外一盒的杯子去量，所以理论上来讲呢，扣除掉极端偏差值呢，在1盒容量差不多，容量差不多表示什么？表示它重量也差不多。那通常都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所谓中国的古制，甚至台湾的古制，甚至日本的古制了。为什么大家都用一样？其实回去你去看台湾的一些古老的容器，古老的去乡下去看古老容器，我们到现在还保持这种习惯哦，古老的东西哦，这个是日本保存的最好，其实中国也不行的哈，所以讲起来很吊诡，就中国人这么恨日本人啊，我们撇开这战争先不谈，就是说在那之前的历史，其实日本是一直很仰慕中国，然后一路以来一直沿袭中国的一些东西，在生活方面，甚至连汉字都是嘛。至于说你后来出现的一些变化，那个比如说和文汉字，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整个经过了漫长的岁月，400-500年的时间，总是会有变化啊，不可能都完全没有变化啊。回过头来讲，这个有关于这个日本酒量测这个部分呢，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在国小的时候有没有背过这个单位词，单位量词，我有背过。我老师讲的是国小是老师讲的是丙旦斗申格勺错，其实那格就是和的意思哦。丙旦斗申和勺错，丙一公丙，旦一公旦，斗一公斗，申一公申。注意哦，那个申呢，虽然叫1公升，但是它那个1公升就是属于1升哦。我们把公去掉好了，就1升。丙旦斗申格和1盒，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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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勺，用汤匙1勺1勺哈。但是那个是有一个特殊的汤匙哦。错一错，一个提手旁3个耳朵的耳，一错，我们做一错起来哈。那个撒盐的那个属实，丙旦斗申格勺错，念格或念和都可以啦，但是我小时候念是格。丙旦斗申和勺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丙旦斗，有斗，有申，有和，勺错我们就不管，有斗有申有和，它的进位，每一阶层的进位是几进位？是10进位，所以1盒10盒就是等于丙旦斗申，就是1升，10升就是等于1斗。好，我只讲这个斗升和，为什么？因为这跟日本酒比较有关，斗升和都是10倍的关系，所以刚刚讲的1盒酒，如果乘以10盒就变成1升酒，那个升也是升旗的那个升哈。然后10升的酒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10瓶大瓶的那个酒的话呢，
合起来叫做一斗，斗就很大了，哈。那这几个单位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是一样哦。你再往下，这个一盒再往下分10份的话是勺，那个勺我是没有看过勺的量器啊哈，但是勺再分10份是错，就越来越小。那个勺跟错应该是用在中药上面的量测上面了，因为中药没有一盒很大，一盒什么中药要吃到一盒了，都几错哈，几勺，有没有？我们看那古装剧，来一勺一错什么东西什么的，他其实讲都不是说漫无目的这边没有边际这边讲说我撒多少，不是的哦。回过头来一盒就已经很多了哈。那一盒到底是等于多少立方公分呢？我记得我之前去算过哦，这个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可以算的哈，因为那个一盒其实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材基嘛，一个木头那个材基当然是算里面那个部分哈，不是算外面这个部分哈，是里面那个部分。为什么一盒完直接跳到一升？就是因为它就是十进制的，古时候就十进制的。那至于有一个所谓的4盒瓶出来，就是所谓的那种日本酒标准瓶出来，是因为真正能够喝到10盒，就是一个大瓶的，很少，很少。我不说没有，很少。我没有办法，因为你可以去想想看哈，10盒就是一个大瓶的，相当于4盒的小瓶的，就是一般瓶的几倍呢？那个一升是大瓶的是我们所谓正常瓶的2.5倍，所以如果你要办日本酒会，你要知道说，如果我带的是一个大瓶的这个酒去的话，如果你去找得到的话，一般这种都是走到那个餐厅去了哈。如果你找到这种大瓶的酒的话，你要知道说它等于是2瓶半的正常瓶，2瓶半的正常瓶。然后依照我之前办这个清酒聚会的经验，餐酒会的经验，一般人，台湾人一般人喝2盒，就是半瓶，就是720的半瓶的酒了，就已经会醉了，而且那种醉是已经是，你讲微醺也好，有些人是味道微醺，有些人是真的就醉了，就是醉倒了，甚至有人会吐了。如果你酒量没有很好的话。那个能够喝到1升的那个真的很恐怖啊！我之前在上海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当时就帮我介绍去日本餐厅吃饭嘛，然后我们搞得很熟，因为他认为我是他在上海看到最强的，算是最强的非日本人。好，我这样讲，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好。那其他的他都觉得，他们有些是用背的哦，你知道我讲哪些人吗？中国那边那些有些侍酒师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很深入的东西。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吃饭呢，我就说你酒量很好，这样喝都我们喝到这样就已经会有一点那个，我已经觉得我的酒量很好，我大概可以喝年轻的时候啦，720就4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是慢慢的喝，就是说4盒没什么问题，甚至喝完了还可以再喝一点啤酒或者喝一点烧酎 whisky 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酒过量就不好，而且你短时间喝更不好。你拉长慢慢喝的话，其实可以3到4个小时慢慢吃慢慢喝的话，然后中间不要吃太饱。可是那个日本人跟我讲说，我酒量没有很好，我现在都不行的。他说他学这个酒的时候也是跟他的学长他们学的啊，因为日本这个学长制很重嘛，前辈学的。我说那你现在能够喝多少？他说现在真的已经不行。他比我还要小，他好像那时候只有30几岁。不行到底是多少？现在大概喝个
2瓶就不行了。我说2瓶，我那喝1瓶多，我都觉得已经很累了。他说你可以喝2瓶，他说对啊。我说2瓶720的，4盒的2瓶8盒啊，不是2个大瓶2个大瓶的20盒3.6公升，哦，以国际标准制来算的话，哦，我真的是被他吓死了。然后他说我说你这样很厉害了，我应该是我没看过人家喝这么多。他说没有，我学长他们出去吃饭或什么东西的，在日本的时候，那有学长可以喝3瓶4瓶都没有问题的大瓶的。当然不是说他拿起来就在一咕噜咕噜这样喝，不是，而是就是喝完之后发觉有这么多瓶子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总共喝了多少。我说3瓶4瓶，这酒量真的很恐怖啊，真的非常恐怖，而且前面还要先喝啤酒，后面搞不好还补一点那个 highball 那种烧酎，再加矿泉水什么碳酸气什么的。所以不要跟日本人比酒量啊，因为连日本女性都很会喝酒，真的，真的，台湾人这方面基因还是有差。我讲到这里的也是题外话啦，很快带过去就好。我有看过一本书，写作日本的，他们之前有所谓的酒豪气的豪哥的豪，英豪的豪，就是比这个喝酒的量。然后我记得某一次的，好像是可能某一区的某某人呢，喝了10升，一升就是1大瓶嘛，所以10升就是10大瓶。这个到底怎么喝的，我实在有一点不解，因为日本酒的酒精浓度实际上是比葡萄酒还要高的，一般来说，而且日本酒比较容易醉，它跟里面含的那个酵素啊，这怎么这些一些内含物是有关系的哦，比葡萄酒容易醉，所以喝10升，我真的是。我记得还有一个喝19升，我都不晓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那是看记录上这样写的啊。那就把日本酒的也讲完了。日本酒杯要用什么酒杯呢？你可以用 ISO 杯，因为它毕竟它上面它也是可以倒个50这样一个标准嘛。但是它就跟那个所谓以18末这样为一个基础的10倍进阶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会去买什么大音量杯，我是跟你讲，把钱省下来啊。你只要知道日本酒是要低温中下喝会比较好，那你去买那个什么 Riddle 的那种大音量杯是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表示你只是一个不会喝酒、不会喝日本酒的人。那日本酒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基本上我就建议去买那个 shot 那个喝烈酒的那烈酒杯。然后你酒壁最好稍微厚一点，就是让日本酒温度不要因为你接触的时间过长，然后温度马上就上升了。然后如果你是喝那种，或者是用 ISO 杯喝就好，因为这样摇还可以闻它的香气。你如果是拿一般的酒杯，它没办法摇啊，那一摇那酒都跑出来了，所以 ISO 杯还是最好用的哦。ISO 杯有没有为日本酒特别出标准杯我不晓得，我印象中是没有哦。但是 ISO 杯就很好用了，所以出门带一个 ISO 杯，在车子后面放一个 ISO 杯，或是买一箱 ISO 杯6个，那个其实带着到处跑其实很简单的哈。那如果说你要喝温酒的话，一般就不是用 ISO 杯了，它就会给你那种陶杯啊、瓷杯啊，而且是广口的那种。因为那个它要让酒温稍微快速的下降，不会那么快的话而且让不好的气味给消散掉。我之前有提过嘛，因为温酒其实是你讲破坏香气也好，你讲让不好的香气散掉也好，就是它最主要喝的是酒体，所以也不要过于热，就是它是用扁平的那种杯，比较扁平的那种杯子，或者是你拿一般的那种陶杯也可以，可是那个比较没有气氛啊，就是拿那种扁平的杯子，那底部就是这么宽，底部一点点而已，这样拿起来这样喝，
喝，或是你可以也用脚杯来喝，那个脚杯那个也可以，不过那个会染到木头的味道，所以最好还是用这种所谓的瓷杯或陶杯哦。反正我自己这边也是买了很多种杯子，有专门给日本酒喝的，有专门有专门喝日本酒的，有专门喝葡萄酒的，就是都不一样。在我的认知里面，有些这种喝酒，不管是喝葡萄酒或喝日本酒，基本上呢，选杯子当然很重要，但是杯子的清洁是更重要的。这个清洁包含喝完把它弄干净，比如说表面会有那些油渍啊、脏污什么的，弄干净。此外呢，就是不要沾染灰尘。你挂的时候最好是倒挂，最差的方式是放在那个木头柜里面，把它关起来。你说这样不是不会有灰尘？是不会有灰尘，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木头的味道呢都会浸染在这个杯子里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拿出来杯子一闻，它有木头的味道，那你要去掉那木头味道很麻烦，很困难，你可能要热水去浇一浇什么弄，然后杯子就变热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是找一个干净通风的地方呢，用那个杯子架那种有一种层架是可以把杯子倒挂起来，这样推进去的那种嘛 ，IKEA 就有了。那这种杯子呢，如果你怕会染灰尘的话，就是通风，但是你前面可以放个帘子或什么的，就是让那个空气可以导进去，但是它又不会让这个整个木头那个味道，就是假定你放在这个也是木头柜嘛，但是它前面没有封起来的，你用个帘子这样弄，让风也可以进去，维持通风，然后那个水会滴到底下，这是底下呢可能就铺个简单的厨房纸巾，我不建议铺布哈，因为布你如果很久没去清的话，很多水滴在上面，它到时候也会发霉，会有味道，那味道就直接就到杯子上面去了。所以在家里也不用这么多杯子啊。如果说你平常就夫妻2个或几个，就是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准备个3个白酒杯、3个红酒杯或4个，然后把它挂起来就好了。那你如果说你更讲究的话呢，就是你还有香槟杯也可以。不过香槟杯现在在市场上开始渐渐的朝向以喝 Riesling 的那种白酒杯为主。为什么？这个也是有众说纷纭啦，就是说每个有每个的道理。但是现在比较高档的餐厅，我发觉他们已经开始比较少用那种笛形的杯子，而是用喝 Riesling 的那种比较也是稍微长一点，类似像 ISO 杯，但是再长一点、再宽一点这样的杯子，喝起来效果怎么样？不错，我觉得还不错。特别是你的香槟如果是好的香槟，那个气泡很细很持久的话，在这种杯子底下喝呢，也不见得很快那个气泡就会不见，所以反而你的香气会更丰富。那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那今天讲到这里呢，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压在30分钟，除非我单纯只是讲葡萄酒。可是我一直希望说把它并在一起讲的，因为像你这样720跟750，你就知道它的差异性了。你也知道说，日本酒是720，然后这个葡萄酒750，它各自的历史缘由是什么？那我们以后看到一升瓶看到日本酒的一升瓶，不要把它想成是这个就是1000公升，它是1800公升，它是一盒的10盒，它们也是10进位的，以这样来推算。那讲到这里，有关于杯子的部分就讲的差不多了吧，很简略了。但是我相信你听完这个，应该就可以对葡萄酒和清酒呢，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其实不应该讲清酒，只要是日本酒的东西，除了葡萄酒之外，大部分都是沿用这种所谓的这种饼淡斗生隔勺错这样中国式的分法，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只是慢慢的也开始走向国际化，就是都往公升啊、毫升啊什么这个用100这样去算的嘛。只是到目前为止，因为日本酒毕竟是一个比较清酒，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来做。我想短期也不太会有改变因为720因为这个牵涉到说小杯的大杯什么那个，这不可能改一个制度整个改，因为其实没有必要去改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了。哦，对了，我再讲一下哦，10个一升的1.8公升嘛，10个一升的清酒，你如果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面，总共是18公升，对不对？一升10升等于18公升嘛。那这18公升倒的这个东西，你倒满了之后，理论上呢，不是理论，它相当于多少？丙氮斗升，所以是等于你倒10瓶1升酒进去的话，相等于得到1斗的日本酒，1斗的日本酒，1斗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各位有去翻那个日本酒的酒书的话呢，或上网去查，你可以马上上网查，日本酒的斗瓶，斗就是这个斗，发抖的抖，左边去掉哈，斗，斗瓶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圆圆胖胖的这样子，很大哦，圆圆胖胖这样，然后上面一个小小的开口，那个叫做1斗瓶。那1斗瓶可以装多少酒？可以装10瓶的1升酒。所以那个叫斗瓶。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常常在喝一些奇奇怪怪的酒，不是奇奇怪怪，因为喝各种各样的酒，不是局限在只喝新政14代、24代哦，喝这个什么就是那些普通常见有名的酒款之外，你注意看，有些酒上面写的是斗瓶为，上面标志上面写一个斗。瓶围是一个，它是一个口，里面中间是一个井这样的一个围，其实那个围就是围起来的围啊哈，斗瓶围，那又是什么意思？我这个是这个酒720ml 的720ml适合这个酒，上面写一个斗瓶围是什么意思？这个在我在谈日本酒的压榨的时候，我再来解释。写斗瓶尾的酒通常都比较贵，通常都比较贵，为什么？以后再解释。但是你要知道，那1斗就相当于10瓶啊，相当于10瓶的这个1.8公升，就是1升的那个清酒了。这个部分还可以扯到whisky 或者是葡萄酒的一些桶的概念，那以后我再来介绍，因为今天时间已经过长了，好吧？有道理，有道理，填土之道，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